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欲望和先入为主可以轻易地引导人们。本书基于海外心理实验的结果，试图揭示社会传递的信息背后的真正含义。这次我们将解说《影响力心理学》这本书。这本书适合想变得更有智慧、对心理学感兴趣，以及想了解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人。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请凭直觉回答。A. 免费获得1000日元的亚马逊礼品卡 B. 以700日元的价格获得价值2000日元的亚马逊礼品卡。你觉得哪个更划算？逻辑上来看，答案应该是 B， 因为净值为1300日元。但是，因为免费这个词，直觉上会选择 A 的人也不在少数。这表明我们身边的交易中常常存在着试图操纵人的力量。那么，为了不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该怎么办呢？本书介绍了世界上用于商业的心理操作机制和陷阱。通过阅读，你可以学到如何不轻易被他人操控，以及如何了解操纵潜意识的心理技巧。因此，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接下来，让我们先给出本视频的结论：我们的不合理决策具有模式。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恶意引导，我们需要了解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决策时的常见倾向和模式。本视频将按照以下顺序解释：一、为什么我们会说是；二、如何被迷惑的心理机制；三、了解偏好倾向。第一部分，为什么我们会说是。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书中挑选2个重点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说是。第一个重点是不合理的决策所具有的模式。人类有2种决策模式。一种是依靠直觉及时判断，另一种是通过分析逻辑来做出判断。这是我们的意志决策回廊。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将前者称为系统1，即直觉判断。例如，当我们在汽车上等待红灯时，绿灯亮了，我们踩油门，是因为系统1有直觉判断。如果我们用逻辑来考虑，后面的车会按喇叭，但是系统1在特定情况下容易出错。当这个错误未被系统1修正时，人们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产生我们的不合理决策具有模式，而且有人会利用这些模式来获取利益。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恶意引导，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决策时的常见倾向和模式。接下来是第2点。让对方说是的6个类别。你是否有过在对方求你办事上过于迅速地答应后而感到麻烦或后悔的经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 ·C. 伯迪尼提出了6种战术来让对方说是，即回报、一致、社会证明、行动、喜欢和稀缺性。回报性指当人们收到恩惠时，他们倾向于回报；一致性指当人们表达了信念时，他们会按照这个信念行事。社会证明是指当很多人采取某种行为时，人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行动是指人们对喜欢自己的人更容易持有好感。权威是指人们更容易顺从权威的倾向。稀缺性是指人们更容易重视稀缺的东西。这些原则通常是组合使用的。回报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回报原则指当人们从他人那里得到恩惠时，他们倾向于以类似的方式回报。根据查尔迪尼博士的说法，回报性规则起作用的原因大致有2个：一是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好意而不加回报，人们会感到不舒服；另一个是如果懈怠回报，可能会受到社会群体成员的责备。换句话说，不舒服的感觉和自己的声誉恶化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推动了回报性规则的运作。这个规则甚至适用于我们不喜欢的人。当这2者结合到一起时，有时我们会给予超过所收到的东西。当某人想要引导我们说是时，回报性规则可能会被滥用。接下来，我们将总结一下本节的内容。本章讨论了为什么我们会说是这个主题，重点解释了不合理决策的模式以及让对方说是的6个类别。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另一个主题：心理误导机制。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从书中选取2个要点进行解释。
由于不同的框架会导致人们不自觉地说是，因为他们想要避免损失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让我们分别深入探讨一下。第一个重点，由于想要避免损失而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人们讨厌损失，因此我们有时会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去避免损失。为了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理解的是，我们对所拥有的东西比对未拥有时更加重视和珍惜。例如，第一个要点是，因为人们讨厌遭受损失，所以在试图避免损失的过程中，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要理解这种现象，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人们会高估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比他们在没有拥有之前更加看重。比如，热衷于某个特定品牌的人可能会认为拥有该品牌的商品会使他们更加热衷于支持这个品牌。这种过度评价自己拥有物品的现象称为拥有效应。拥有效应不仅仅适用于拥有物品，也可以适用于人们目前生活的情况。当我们将我们目前的生活情况视为所拥有的时候，拥有效应就会使人们更加看重当前的生活，从而倾向于维持现状。这种倾向被称为现状维持偏见。现状维持偏见背后的原因是拥有效应。那么，拥有效应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呢？主要的原因被认为是损失回避性。损失回避性意味着想方设法的尽可能的避免损失。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在1979年提出了一篇论文，名为《前景理论：风险与盈利决策分析》。这篇论文得出结论：当人们面临同等规模的得失时，损失感知比收益感知要高出大约2倍。这意味着人们放弃某物会被视为一种损失，而且放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此外，放弃并不能保证比现状更好，因此，损失回避性会强烈影响着现状维持偏见的形成。那么，即使是讨厌的东西，也会因为损失回避性而导致持有效应和现状维持的偏见。接下来是第二点，由于不同的表达方式而不自觉地说是。我们将讨论框架效应。框架效应是指表达方式。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查尔迪尼进行了一项实验，招募了72名大学生男女作为志愿者。他们被提出了3种不同的方案，然后选择其中一种。第一种是带犯罪少年团体去动物园，第二种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第三种是至少2年每周2小时担任犯罪少年的辅导员。然后在被拒绝后再提出之前的提议。结果显示，接受率最高的情况是第二种情况。比较 A 和 B，B 的接受率是 A 的约3倍。这是因为在 B 中，先提出一个大而难以接受的要求，然后再提出原本的要求。这种方式改变了框架，使得原本的要求看起来更小，更容易实现，从而更容易接受。这表明了框架效应的巨大影响力。这篇文章解释了2个关于避免损失和因框架差异而不自觉地说是的要点。接下来是了解偏好倾向。我们从本书中挑选了2个要点进行解释，让我们逐一深入了解。首先是第一个要点，当比较对象不是当时，我们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当我们评估物品的价值时，我们会将其与某种对象进行比较。例如，在购物时，我们会比较许多不同的选项，然后选择我们认为最好的。如果比较对象不合适，我们就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这种情况被称为权衡对比度。在一项实验中，被分为2组，并要求选择2种不同品牌的微波炉。这2种微波炉都是以折扣价出售的。结果显示，选择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使得人们难以做出合适的判断。接下来的组别增加了一种与其中一种微波炉相同品牌的产品，折扣价为10%。结果显示，添加了这个选项后，选择该品牌微波炉的人数增加了60%。这表明通过添加选择，消除了权衡对比的影响，使得做出合适的比较成为可能。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人类的直觉性决策回路不擅长思考概率，这是一种
会导致犯下严重错误判断的情况。这里我会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城镇有2家医院，大医院每天出生45名婴儿，小医院每天出生15名婴儿，婴儿是男孩的概率是50%，但实际比例取决于当天。我们记录了1年中2家医院男婴出生比例超过60%的日子。您认为哪一天出生的婴儿更多 ？A. 大医院 B. 小医院 C. 两者一样。您认为呢？值得一提的是，将这个问题提供给95名大学生后，有56%的人选择了 C。然而，选择 C 的人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少数法则。少数法则是指心理学中的一种现象，即人们在面对少数信息或少数样本时，往往会做出决策或形成看法，而忽略了更广泛的信息或更大的样本。这种法则暗示了人们在决策中的偏见和对少数信息的过度依赖。尽管56%的大学生选择了选项 C， 但并不能简单的依据这一结果就认为选项 C 是正确的，必须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其他因素，并综合全面的信息做出最为准确的判断。例如，如果只抛3次硬币，结果可能是连续3次出现正面。然而，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加，正反面出现的次数会逐渐接近。小医院的本体数量较少，因此根据少数法则，小医院产生偏差结果的可能性较大。答案可能是 B。人们往往不擅长考虑概率，倾向于忽略少数法则。由于这种倾向，人们可能会过度相信可能性，所以少数法则揭示了人们在决策中的偏差和直觉判断的限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决策过程往往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直觉、少数法则以及对概率的理解能力。在面对决策时，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些偏见的影响，并尝试以客观、全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确保我们做出的决策是基于理性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